好，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做题。大家看这道题啊，是 F1、F2 分别是这个椭圆的左右交点。我要根据题中所表达的，快速的画出草图，把所有的已知条件落实到图上。这是左交点 F1，右交点 F2。M 是椭圆上的一个点，并且 MF2 和 x 轴垂直。它一提到 MF2 和 x 轴垂直，经过交点和长轴垂直的，大家是不是想到通径了？当然我没有画的那么长，我只画了半个通径。那么直线 MF1，我要把 F1 和 M 连上。与它的另一个交点，他说是直线，我延长一点儿，和椭圆的另一个交点是点 N。如果直线 MN 的斜率 KMN 它是等于3/4的，我想求一下椭圆 C 的离心率。先把离心率表达出来，它是 C 比 A 等于根号下1减去 A 方分之 B 方。我要么就把 A 和 C 都求出来，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具备那么多条件。所以呢，我就找到 C 和 A 的方程 ，C 和 A 的关系式，或者找到 A 方、B 方、C 方的关系式就可以了。总之，我们只要找到方程就可以了。因为不是含有 A 就是含有 C， 要么呢就是含有 A 方或者是 B 方、C 方之类的。那接下来我怎么办呢？我要求它的离心率。现在我们就把已知整理一下。MN 的离心率，我观察一下我这条直线上MNF1 我有3个点，因为点 M 呢，它的坐标是西斗0，点 M 的坐标横坐标我知道，但是纵坐标我是不知道的。点 F 的坐标呢，它是负西斗0，点 N 的坐标我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就设成 x1y1 接下来呢，我就看 MN 的斜率和 MF1 的斜率是相同的，它是通径，纵坐标不知道实数，但是我知道它是半个通径，它是 A 分之 B 方。所以我就从这儿开始MN 的斜率是3/4， MN 的斜率可以用点 M 和点 N 来表示。由于点 N 的坐标横纵坐标我都不知道，我也可以选用点 M 和 F1 来表示，所以它的斜率其实和 MF1 所表示的斜率是一样的。因为这是同一条直线上的3个点，我可以任意的选2个点来表示斜率。那么 MF1 的斜率纵坐标之差 A 分之 B 方减0除以横坐标之差西减负西，西加西，它是2西，所以呢除以2西乘以2西分之1 2A 西分之 B 的平方，它就等于3/4。交叉相乘我可以把2约掉，它变成2，千万别出错。交叉相乘 2b 的平方等于 3ac。那我选用哪个公式呢？我当然要选这个因为这个 a 和 c，我这个都等是2次的 ，a 和 c 各自都是1次的，所以我呢要用这个。那么2倍的，在椭圆当中 a 老大 ，b 方是等于 a 方减 c 方等于 3ac，2a 方减去2c 方等于 3ac， 2次2次，1次乘以1次是2次，又出现了其次式。我需要的是 c 比 a， 所以每一项都除以 a 方得。它是2减去2倍的西方除以 a 方是 e 的平方。
除以 a 方约掉一个，变成3倍的 c 除以 a 是 e， 降幂排列2e 的平方加3e 移过去减2等于0。分解因式实质相乘啊，符号应该给上边，它是正的，正是负1正3，所以是2e 减1乘以 e 加2等于0，两个实质相乘等于0，两个实质各自等于0。显然1等于负2我们是不要的，舍掉，因为作为椭圆来讲，它的 e 一定是在0、1之间的。2e 减1等于0 ，2e 等于1，e 等于1/2，所以第一个问求它的离心率，我们就求完了。e 是等于1/2的。好，求完了之后，这个过程我就不要了，因为我第二个问需要的地方比较大，所以这个过程我就不要了。接下来呢，我们赶紧看一下第二个问。我把图也插了。再画一个图啊，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快速的勾勒草图。左焦点 F1，右焦点 F2，经过 F2，MF2 是和 x 轴垂直的。MF1 延长，它是和椭圆交于点 N 的。点 M 的坐标，它是西斗0，它是西斗，由于是半个通径 a 分之 b 方，我们的原则就是把我们所有能够表达的，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含的，你都要把它表达出来，将来你需要的时候就信手拈来。点 N 的坐标我确实不知道，那就设成 x1y1。好了，我又把这个已知读了一遍，然后把所有的已知落实到图上。如果直线第一个问由于它增加附加条件了，得到的结论我是不能够用的。那么直线 MN， 大家看这是直线 MN， 它在 y 轴上的截距，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叫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说明纵坐标是0到2，那么这个我把这个焦点叫 P 吧，这是坐标原点 O， 这个小线段就是2。然后他说 MN 等于5倍的 F1N 啊，是 F1N， 它这个1应该是角标写的有点大了。那么这个时候看啊，F1N 是这一段，MN 是这么长的一段，MN 它是5份，F1只占了1份，说明它占了4份。椭圆自带中点 O 是 F1、F2 的中点，它们俩是相等的。由于它是垂直的，平行线截线段成比例，显然这一段也等于这一段。你占4份，那它就占2份，它占1份。那我经过点 N 向 x 轴做垂线，取主用 N 撇来表示。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2个三角形是相似的呀？我要干什么呀？我要求 A 和 B 呀。我现在就特别需要方程，第一个问和我还没有关系，整个这些已知都落实到图上了，我已经没有别的已知了，所以我要求 A 和 B， 我就开始使劲的找啥呢？我发现三角形 NFN 撇NF1N 撇，它和三角形要注意字母对应啊 ，NF1N 撇，它和 PF1O 它们俩是相似的。如果要是相似的话呢，
如果要是相似，那么 NN 撇比上 PO，NN 撇比上 PO， 它就等于 NF1 比上 PF1，NF1 比上 PF1。PF1 是2份 ，NF1 是1份，1份2份。那么 NN 撇呢？它其实它所对应的实数应该是 y1 的绝对值，因为 y1 是落在这儿了，它是负的。它线段应该是正的，所以是 y1 的绝对值。y1 的绝对值比上 PO 呢，它是2，如此2分之 y1 的绝对值等于2分之1，所以 y1 的绝对值是等于1的。按照我做的这个图呢 ，m 在上方 ，n 就在 x 轴的下方，所以 y1 的值呢，它是应该等于-1的。按照我们做的这个图是这样的，它是等于-1的。那我能不能把这个 x1 求出来呀？能。接下来一样的两个三角形相似，那么这段比这段，这是 NF1 是1份 ，NF1 是1份 ，F1 PF1 它是2份，1比2，它等于谁呢？等于 N 撇 F1，N 撇 F1 比上 OF1。N 撇 F1，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这是它的横坐标的绝对值。横坐标落在这儿了，横坐标的绝对值是代表这段长，这段长减去西，就是 N 撇 F1， 所以是 x1 的绝对值减西。OF1 呢，恰好就是西，所以我们又得到了。x1 的绝对值减西除以西等于2分之1，交叉相乘，西等于2倍的 x1 的绝对值减2西，把它移过来，3西等于2分之3西等于 x1 的绝对值。按照我做的这个图呢，点 M 在 x 轴的上方，点 N 在 x 轴的下方，所以它而且呢，它们的交点和 y 轴相交，所以一个在 y 轴的右侧，一个在 y 轴的左侧 ，x1 也是负的，所以 x1 应该是负的2分之3西。好了，点 N 的坐标我就找到了。那么我知道我要求 A， 我要求 B， 可是我没有别的条件。没有别的条件，也没有那么多方程，我现在只能做到把隐含的已知都挖掘出来，然后再观察。所以呢，在考试的时候，你不是说打好辅稿，我一看我就思路明确，怎么一做就出来了，不是的，而是说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思路，我需要2个方程，可是我没有。那你就能做什么做什么，做着做着水到渠成。这个招数非常神奇，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实际上你就记住老师的这句话，你在考试的时候走着走着自动你就求出来了。怎么求？点 N 在哪里？点 N 在椭圆上啊。所以我们说的3大解题思想，你时刻要在脑子里想。3大解题思想，第1条回归定义，第2条视而不求使用伟大定理，通常用来求弦长的时候用。第3大解题思想是抓住几何特征，并用式子表达出来，特别重要。那么几何特征平行啦、垂直啦、相交啦、点在线上啦、点在圆内啦、点在圆外啦、相离啦、相切啦，这都是特征。所以
点 n 你在椭圆上，这就是几何特征。那你的坐标当然就满足方程，所以带到方程当中。x 是负的2/4，它1平方9/4方除以 a 方加上 y 是负1的平方是1除以 b 方等于1。除以它乘以它的倒数4a方分之9c方加上 b 方分之1，它是等于1的。好，那接下来呢 ，a 方和 b 方是有关系的。a 方和 b 方是什么关系啊？在椭圆当中 a 老大，4a方分之9倍的西方是等于 a 方减 b 方的，所以我就把西方换成了 a 方减 b 方 ，a 方减 b 方9a 方减去9b 方加上 b 方分之1等于1的。那么这个式子当中啊，它有2个未知数，2个未知数那是解不了的，所以我们还要找一下 a 和 b 的关系。我们回头去找 a 和 b 的关系。它是中点，P 呢也是中点，显然 PO 是中位线，平行且等于底边的1半，显然呢底边就等于4。那么底边等于4，底边呢就是 a 分之 b 方 ，a 分之 b 方是等于4的，所以 b 方是等于4a 的。你看通径的这个值我又用了一遍。于是呢 4a 方不动 ，9a 方减去 b 方是4a，9b 方呢36a， 没有方，然后加上4a分之1，它等于1，4a 方呢上下都乘个 a， 把4a 方乘过去，所以9a 方减去35a 就等于4a 的平方，把它移过来 5a 的平方减去35a 等于0。因为 a 是不等于0的，直接把它移过去，5也约掉了， a 也约掉一个，所以 a 就等于7。a 等于7带到这里来 ，b 方是等于b 是等于2倍的根号 a 的，它就等于2倍的根号7。好了，我就把 a 和 b 的值都求出来了。那么这道题呀，你看我们现在学的是什么？解析几何，关键词呢是几何，所以呀，平行啊、相似啊这些东西也经常要用。总之，我们就是发掘把所有的已知都表达出来，把隐含的已知也发掘出来，然后把你能够做到的都做到，都表达出来，我们就能够把问题解决了。到现在为止呢，弦长公式我们做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下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好，这节课就讲这么多。